童星行业有多残忍呢？这个金宇镇呢，4岁开始工作啊，在还不识字的年纪，已经开始拿着台本子去找前辈对戏。虽然说韩国有未成年人保护法，但是童星们的实际工作时长呢，却超过了12个小时。可命运给童星们高光开场，却写下了截然不同的结局。金赛纶啊，那个曾经被誉为是3尖之首的天才少女啊，却是遇人不淑，深陷舆论漩涡。最终呢，在最美的年纪陨落，结束了自己的一生。金所炫啊，因为发腮无戏可拍，好在最后杀出重围，成了广告宠儿。只有金宇镇凭借新剧《亲爱的 X》再度大红，从国民妹妹一步步登顶，成为了真正的韩剧女王。1999年呢出生的这个金宇镇啊，4岁时跟着妈妈陪着姐姐去比赛啊，结果自己那张满脸灵气的脸蛋被星探是一眼相中，反而拿下了广告。但是你以为童星的日子很好过吗？在韩国那个变态内卷的娱乐圈，当童星啊，就意味着你没有童年。金宇镇呢，还是个不识字的年纪，就已经开始啊拿着台本子和这个前辈去对戏了。那别的小朋友还在玩泥巴呢，他已经能够做到年产2部作品。拍完 MV 呢，已经累到神情恍惚了，但他不能休息，他必须得马不停蹄的赶往舞蹈室啊，再练上几个小时的女团 hiphop。这还只是他平平无奇的一天，更恐怖的是什么呢？韩国的娱乐对童星的要求那是双线作战啊！你不仅要演技好，你学业呢也必须得是顶配。如果你敢偏科，你就会被全网骂是偶像之歌，脑子空空。所以啊，金宇镇他妈呢一口气给他报了9个补习班啊，在片场啊带着折叠桌椅，在化妆间去补网课写作业，那都是他们这个行当的家常便饭。这份在高压锅里长大的经历，让他从小就练就了一副金刚不坏之身啊，和那些个远超同龄人的成熟演技。13岁那年呢，他在这个拥抱太阳的月亮里饰演的女主角许嫣宇的少年时期啊，那场在雨中撕心裂肺的哭泣，那份即将被迫与爱人生离死别的破碎感，被他演绎的是入木3分。那演技直接吊打了一众成年演员，让他是重重的叩开了百想艺术大赏最佳新人的大门。15岁他参加这个青龙奖提名的时候啊，手里的作品清单呢已经厚到让同龄的艺人犯怵了。17岁他就能够挑大梁，和朴宝剑搭档啊，主演的那部火遍了全亚洲的《云画的月光》。从国民妹妹到韩剧女王，他走的是稳扎稳打，一步一个脚印。然而呢，就在他即将迎来成人礼的关键时刻啊，命运呢却给了他2记重锤。第一锤，转型危机。2006年呢，拍完这个《云画的月光》之后呢，因为压力太大了啊，他甚至是一度出现了休克的症状。紧接着呢，2018年呢，他又被确诊是甲减。这个病呢，对于女演员来说啊，那是致命的，它会导致新陈代谢变慢，身体浮肿，体重飙升。一时间呢，关于他发腮、变胖、长残了的恶评那是铺天盖地。第二锤，对手的陨落。就在他自己都焦头烂额的时候啊，和他并称为是韩娱3金的这个另外2位金花呢，也是相继出事了。金所炫啊，同样是童星出身，演技灵动，但他呢也是没能躲过青春期发腮的这个魔咒啊，一度因为脸肿而被嘲讽是接不到戏。而另一位起点最高，被誉为是3金之首的金赛纶呢，则是更加的惨烈。2022年呢，他酒驾肇事逃逸啊，撞毁了这个公共设施，导致大面积停电。他还在调查期间的时候呢，就被爆出啊，这假装打工卖惨，结果被咖啡店老板手撕。这场自毁式的塌房，让他是彻底凉凉。至此呢，曾经的3金争艳的黄金时代啊，以一种极其惨烈的方式落下了帷幕。面对转型的阵痛和对手的自爆，金宇镇这个幸存者呢，他是怎么做的呢？他没有像很多童星一样啊，在焦虑中迷失或者是摆烂，他选择了一条最笨也是最聪明的路，沉淀。他拒绝了那些能够赚快钱的流量综艺，他转身呢，一头扎进了话剧和音乐剧的舞台。他在那个最考验基本功的地方沉下心来打磨自己的演技和台词。他在用一种几乎是苦行僧的方式告诉所有人啊，我不是妹妹，我是一个演员。这份清醒和沉淀呢，终于在近2年啊迎来了回报。无论是与恶魔有约里啊那个又甜又飒的财阀千金，还是最近这一部让他再次封神的新剧《亲爱的 X》，在这部剧里呢，他彻底撕掉了青春的标签，挑战了一个拥有反社会人格的暗黑萝莉白雅珍。那份在天使与魔鬼之间无缝切换的疯批演技啊，让所有观众都是不寒而栗。那个只会哭的小恩熙，终于长成了一个用眼神就能杀人的女王。所以呢，咱们最后啊，得用一个心理学上的概念呢，来总结一下这个金宇镇的这场胜利啊。在心理学上啊，有个词呢叫做延迟满足。那些能够抵挡得住眼前诱惑去追求长期回报的孩子，在未来的人生中呢，往往能够取得更大的成功。当别的童星啊在流量的快钱里迷失自我的时候呢，当别的爱豆啊在综艺里过度消耗自己时，金宇镇呢却能选择那条最难走的路。他拒绝了眼前的糖，而去死磕那个最苦但是也是最值钱的长期回报的演技。他在人气歌谣当主持人是为了锻炼台风，他去演话剧呢是为了打磨台词。他甚至在甲减发胖最需要闭关的时候呢，也依旧坚持出现在镜头前，锻炼自己那颗强大的心脏。他不是在内卷啊，他是在修炼。所以你看呢，金宇镇的故事啊，是一部最顶级的童星成长教科书。他用自己长达22年的零翻车记录，向我们证明了老天爷赏饭吃啊，也得你自己啊有铁胃才能接得住。美貌呢，或许能够让你赢在起跑线，但是呢，只有那份近乎是偏执的自律和清醒，才让你呢笑到最后，活成那个真正无法被代替的大女主。